能说一下你跟原公司老板赵远芳是什么关系吗？你看到赵远芳和甄念的恋爱照片有什么感想吗？恋爱？你们有任何问题，直接去问当事人就好，我们不会回答任何问题。甄念是插足你和赵远芳的第三者吗？我和赵远芳先生是同事，也是朋友，仅此而已。有远来职员爆料称你是公司的老板娘，赵总身边的女性朋友也证实了你的未婚妻身份，请问就这个你又作何解释呢？这个剧情有点乱呢。原来赵总就是那个渣男。甄念不是跟老板在一起吗？静观其变。我和，反正我，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公开声明。6年前我认识聂星辰开始，她的男朋友只有我一个。甄念和赵远芳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我们的感情没有任何第三者插足。今天到场的媒体我都记得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如实报道。谢谢大家，让一下。先生，别再推了，车坏了，您这也没用啊。你打电话问一下，救援什么时候到？我今天必须要到的。电话我已经打过了，路这么偏，救援车过来也要时间的。那怎么办？您看，要不这样，您先顺着这条路先走，等我的车修好了，我再开着车过来找您。您要相信，我是一个有职业操守的出租车司机。我相信你，把东西给我拿出来。哎，哎，让一下。坐着吧，还远着呢。哎。哎，慢点啊，别摔着，慢点跑，别摔了啊！小严啊，叔叔好，你这一点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先去吃。好了吗？这个不太合适吧？我爸的衣服你穿的还挺合身的嘛。那我的衣服呢？你的衣服洗了还没干呢，你先将就着吧，明天我给你买一身合适的。你不问我为什么来吗？今天时间不早了，明天我找车送你回去。走吧，我妈给你煮了面。小姨，这个送羊的叔叔怎么跟没吃过饭一样啊？走走走，咱们进去看动画片啊！走。哎呦，慢点吃，小严，还有啊！来来，快！是阿姨，我以前吃饭没这么多的，您做的面太好吃了。是吗？哎呦，你这个吃相，好有福气的样子。谢谢啊。你要喜欢，阿姨再给你做啊。谢谢阿姨。哎，没事。我说你来我们这儿，怎么也不提前打个招呼呢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来沙市出差呢，顺路过来看看。顺路，到我们这儿可没那么顺路。
小妍啊，今天晚上可能得委屈你一下，我们家没有那么多客房，可能晚上你得跟星星他堂哥挤一间了，你看行吗？是我太唐突了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呀，没有，吃，多吃点啊！哎呀，知道添麻烦了还来。那个，我吃饱了，我收一下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人小妍得罪你了，说话那么难听啊！什么小妍的，人家是严总。没发烧啊，说话奇奇怪怪。你在干什么呢？那个叔叔，我吃太饱了，我在这儿站一会儿。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是吧？没事干把碗洗了呗。爸什么爸？哦对了，严总是有洁癖和强迫症对吧？哼，正好。不用了，我一会儿就洗完。有手套吗？我们这儿可是农村，不讲究这些。你要是洗不了呢？我可以，我来吧。星星啊，给爸爸换壶茶去。爸，爸，茶也换过了。好。星啊，给爸捶捶肩吧。昨天晚上好像落枕了。哦，好。星星。哦。想去哪儿拍就去哪儿拍的伯爵旅拍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你别动，我来收。抱歉，我手太滑了。别动。哎呀，这可是我新买的，就砸你手里了。啊，我赔。严总啊，钱不是万能的，至少弥补不了感情上受到的伤害。
你不问我为什么来吗？严景是你疯了！我找遍整个京海都找不到你的人，我是真的要疯了。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发短信你不回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我都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想起5年前的事了。已经和我没有关系。怎么会和你没关系？我5年前喜欢过他，现在喜欢他，将来喜欢他，也只有你一个人。星辰，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好不好？你能保证不会再失忆吗？不能。但是，你不在我身边这段时间，我想通了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让你幸福，可是我忽视了一件事，能让你幸福的也许只有我，我的幸福也一样。可是，你不怕会再次忘记我吗？还是迷迭香的味道。古时候，人们觉得迷迭香可以增加记忆力，所以，当水手在海上迷失方向的时候，他们就能循着花香找到陆地。所以迷迭香又有海上灯塔之称。清晨，你就是我的灯塔，我的北极星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我永远都不会迷失方向。爸，星星，我看见你房间灯还亮着，就看看你怎么还没睡。我睡不着，在看书呢。是不是跟严景志有关系啊？没有爸，你别多想了。星星，爸爸不想干涉你的恋爱，可严景志这个人跟你不般配。怎么了，爸？你上次跟人家相处不是挺好的吗？上次他是老板，现在都追到家里来了，我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！你妈她心大，没发现，我可看出来了。你这次回来，心情不好，是不是跟她有关？爸爸只希望你将来能找一个家境和我们家差不多的，对你好的另一半就行了。老话说豪门是非多，那个严景志在生活中那么挑剔，还不知道将来他的家人有多难相处呢。你要是和他在一起，爸爸是担心你受委屈啊。不会的，爸，我见过他妈妈了，人挺好的。啊，你都见过家长了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可千万不能学电视里的小姑娘在外面偷偷结婚啊！你要敢这样，我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爸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再这样，我叫我妈了。别！行，我马上走。但我说的话你可记住。记住了。好了，我睡觉了，不早了，睡觉吧啊！别碰我。
出来吧。怎么了？在里面憋久了不舒服啊？我以为上回跟叔叔喝酒，已经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，结果他还是……问你个事儿，干嘛？咱家星星的这个户口本在哪儿？户口啊？你忘了他上大学的时候不就转到京海去了吗？啊？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忘了。哎呀，神经兮兮的，吓死我了！怎么样，找到星辰没？少爷饭，你出卖我！哎呦，姑奶奶，我错了。等你回星海，我一定负荆请罪。哇，现在时间这么晚了，赶紧上床睡个美容觉，对皮肤好玩。啊，还真让他给找到了，效率还挺快。生气的女真可怕。今天是星辰离开我的第30天，我还是很想他，想他成为了我每天最重要的事情。今天是星辰离开我的第1天，我以为我把工作排得很满，我就不会想他了。但是我错了，我吃饭的时候会想他，走路时也会想他，开会时会想他。我已经把爱他变成了一种本能。再来杯酒。再拿一杯酒。不好意思啊，马上。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？哎，刚刚网上爆出甄念整容前的照片，简直太夸张了。原来他是个整容怪，亏我还喜欢过他。那你的喜欢可真够廉价的。不管他长什么样，他的内心要比你这种人好看10000倍。愣着干嘛？拿酒去。这次得换你主动来找我了吧？来，豆豆，吃鸡蛋啊，不能不吃。不行，奶奶早。哦，早。奶奶，我也要吃鸡蛋。哦，吃鸡蛋。谢谢奶奶。妈，星星啊，看你眼睛有点红，是不是昨天晚上又哭了？没有，
睡得晚，可能有点丑吧。是不是那小子又欺负你了？爸，你别瞎说行不行啊？哎，小妍，哎，阿姨早。早起来啦，阿姨给你端早餐去啊。谢阿姨。叔叔早。奶奶。奶奶早。奶奶耳朵不好。哦。奶奶好，我叫严景志，那个昨天晚上太晚了，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，这几天打扰您了。哎，好，来吃个鸡蛋，吃个鸡蛋。谢谢奶奶。你打扰我耳朵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叔叔。上回在京海没来得及认真介绍一下我自己，我叫严景志，今年29岁，身高1.88米，体重75公斤，没有任何不良嗜好。现在在公司里面担任总裁职务，我的智商是151，也是门萨俱乐部的一员。什么萨啊，就是国际顶级的智商俱乐部。小妍，你真是太优秀了，阿姨真的是太喜欢你了。谢谢阿姨。来，吃个鸡蛋。谢谢妈。不，谢谢阿姨。严总，既然你智商都150了，会抓鸡吗？抓。我。你说你为难人小妍干嘛？他不是吹他智商高吗？连只鸡都抓不住，还什么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，我就呵呵了。有的是个。对，快抓住他，加油！这，那只，哎，对，那只，哎，就那只，哎呦，抓到了！哎呦！行了，什么呀？这不是抓住了吗？真是，这怎么了？你给我吧。这不是整容，这是换头。亏我之前还那么喜欢他，你整容前也太重口味了。哎，这算是欺诈粉丝吧？真的很讨厌他，硅胶脸整容怪，大骗子。查到了，是你那个大学同学周薇薇，把你所有的照片卖给了虞姬。怎么会是他？他之前不是找你帮过忙吗？我听说她得罪了严景志，她男友被公司降职了，和她分手了，可能是出于报复。你没事吧？有多少品牌提出了解约？几乎全部。念念，我觉得你还是找严总帮个忙吧，赵总也行。听说他爸在传媒领域还是很有地位的。我自己的事情，自己能解决。念念，总要面对的，不是吗？我先走了。快停车出来！停车！奶奶，说句话呀！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奶奶这是怎么了？从楼梯上摔下来了。叫车了吗？叫了，车马上就到。别动，奶奶，万一是脑供血不足或者骨骼错位，会加重病情的。
奶奶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能听到。万幸，意识是清醒的。奶奶，那个你有没有心绞痛的感觉？没有。这怎么了啊？情况不太好，可能是颈骨骨折。堂哥，你去找一块床板过来。好的。清晨，打2个浴巾。阿姨，你去迎下车。好。叔叔，你慢慢的把那条腿放平。好。妈，奶奶，你别害怕，你放松。好，医生马上就到，别害怕，我们都在。医生马上就到啊。床板来了。哎，好，快，慢点，放平。这样，堂哥，你抬奶奶的脚。叔叔，你扶奶奶的腰。好，我数1、2、3，我们一起把奶奶放上去。好。1、2、3，走，慢点。浴巾来了，来。车来了。哎，好，赶紧抬，快！1、2、3，走。平一点，小心，慢一点，慢点。放平。没事的，奶奶。医生啊，我妈的情况怎么样？病人是颈部骨折，幸好你们没有乱动，又做了紧急措施，所以没有加重病情。接下来好好休养，没有大问题。谢谢医生啊。谢谢啊。客气，谢谢。小妍，这次也谢谢你啊，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医生和医疗环境。不用这么说，叔叔，后续的治疗和疗养我已经安排了人，你不用担心的。小妍，你怎么会懂急救措施啊？我在学校的时候学过相关的课程。哦，难怪呢，多才多艺，多才多艺。那我再去医生那儿问一下后面的情况啊。好，那正好，我回去拿点东西吧。你们俩看好奶奶啊。好。妈，你慢点。放心吧。今天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，我会像守护你一样守护他们。老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是你啊！那件事不是都已经解决了吗？你给老朋友摆什么脸色啊？哎，不过你现在发达了，有那么一个有钱的女婿，看不上我也是情理之中。哎，什么有钱的女婿？你可别胡说八道啊！哎，这是好事儿，别藏着掖着。难道你怕我找你借钱啊？我女儿还没嫁人呢，哪来什么女婿啊？哎呀，就是上次你替我担保的那100万，是你的女婿替我还的。啊？什么？爸，叔叔，小妍，你出来，叔叔跟你说一句话。好。小妍，坐。好。叔叔，你是有什么想说的吗？你是真心喜欢我们家星星吗？是。我能遇见他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。你不觉得我们2个家庭差距太大了吗？不过你放心，那100万我一定会还给你。
叔叔，你千万别误会。其实星辰5年前的初恋对象就是我。5年前我们很相爱，后来我得了一种病，彻底忘记了他。他等了我5年，我找了他5年。现在我想起了一切了，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把我们分开。算了，你们年轻人的事情我也搞不懂。不过你要敢欺负星星，我一定饶不了你。叔叔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家酒店和我爸有协议，安保很严格。你呢，就在这儿安心的休息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人走漏风声。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你的人生你自己做主，只要不伤害其他人，就没有人有资格评头论足。好好休息吧，晚上的事情我来处理。不用，我自己会处理。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犟呢？就不知道主动来找我是不是？那你喜欢吗？你猜？肯替我挨鸡蛋，我猜你喜欢疯了。那你呢？钱我会还给你的。什么钱啊？之前我爸替别人担保的那100万，我今天才知道是你替他还的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干嘛要分那么清楚？哦，不用让我还。那好吧。之前我还想说直接在工资里扣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说只要我爸妈接受你，你就回去吗？干嘛？一辈子赖在这儿？你再不回去，黄主任就要骂死你了！晕了，你快放我下来！韩医生，嗨，你回来了。就你自己？我有些事想请教你，所以我没有告诉他。你是想问他的病情？我想问他现在情况是已经痊愈了吗？如果是因为身体的损伤所导致的疾病，通过手术和良好的恢复就可以痊愈的。但是因为情志的变化所造成的心理伤害，只能通过时间来确认他的恢复情况。所以他还是有可能会忘记我。这个我确实没有办法给你确定的答复。你不会是想放弃景致了吧？一个风险低、投资回报也低的项目，和一个风险高、投资回报也高的项目，你会选择哪个？作为医生来说，通常会为患者选择低风险并且相对稳妥的方案。但是从我的职业出发，风险越高，收益越大，这是风险价值。所以你放心，这次我不会放弃了，我要赌一把。
聂秘书，你果然不在家。刚回来第1天你就敢旷工，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。我能不能过2天再回公司啊？至少得跟总裁办的同事们打声招呼啊，不然我都不好意思面对他们。那你就忍心让我一个人去上班？亲爱的严总，再不出发，您可要迟到喽。晚上见。好，晚上见。每个女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，我也不例外。只要我没有伤害别人，那么我认为你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来指责我，因为我真念今天所有的成绩都是靠我的努力、实力而得到的，不仅只是因为外表。你们也许接受不了，但没关系，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负责就好。哎，不愧是我赵远芳喜欢的女人，有个性。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做新闻发布会的直播，甄小姐也算是娱乐圈第一人了。节省人力资源，低碳环保，不是很好吗？甄小姐，你还没有回答我昨天问你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赵总是在邀请我做你女朋友吗？甄女士，我是想让你对我负责。那么，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聚会好玩吗？什么时候结束？我去接你。不回我，小场面 hold 得住。守护爱情，你在回忆里留下的骄傲。哎呦！关了！哎呦！哦，
哎呦，我跟你们说呀，太开心了，好久没这么开心了。聂秘书啊，自从你走了之后啊，我真的是担心这帮孩子们工作上出问题，我又怕那老板啊心情不好。你看我这抽的，这白头发一层一层的，看我这褶子一坨一坨的。但今天真高兴。老板今天不是夸你们了吗？说明大家的工作做得挺好的呀。以我男人的第六感推断，老板突然心情变好，肯定是跟女人有关。不可能！哎，我们挖了老板那么久，这严总身边就只有甄念一个女人。你说甄念被抱整容之后，他就躲起来了。你说巧不巧？严总就突然消失了。你说他们俩没关系，我都不信。哎，露露，甄念，你说她怎么了？你家是断网多久了呀？星辰姐，你不知道啊？那你看，我真羡慕甄念啊，有一个这么关心她，又对她不离不弃的男朋友。哎呀，行了，不说那个了，咱们这样，咱们集体共举杯，祝老板和甄小姐顺顺利利、开开心心，我们也好接点光，是吧？哎，对，对，干杯！来，这么关心我的私生活啊？严总，您来了。我有件事情忘记交代了。那老板，那您坐着说。你坐吧。我还是站着吧。我的首席秘书空缺很久了。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。您看啊，这个是剑桥大学毕业的，刚毕业，没有工作经验，不合适吧？那您看看这个，这是世界500强的秘书，36岁未婚，他打算工作期间结婚生子吗？会不会影响到工作？这我没法问人生孩子。那个找秘书就跟玩游戏一样，要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英雄，太不。我跟那个童心叫了代驾，你们怎么走啊？啊，我们，哎，我们一起走。你跟我走。行，我跟你走。叶秘书，你怎么走啊？他跟我走。那拜拜。哎呦，小姐，童心，小姐，你都谁呀？能说一下你跟原公司老板赵远芳是什么关系吗？你看到赵远芳和甄念的恋爱照片有什么感想吗？恋爱？你们有任何问题，直接去问当事人就好，我们不会回答任何问题。甄念是插足你和赵远芳的第三者吗？我和赵远芳先生是同事，也是朋友，仅此而已。有远来职员爆料称你是公司的老板娘，赵总身边的女性朋友也证实了你的未婚妻身份。请问就这个你又作何解释呢？这个剧情有点乱呢。原来赵总就是那个渣男。甄念不是跟老板在一起吗？静观其变。我和
反正我……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公开声明。6年前我认识聂星辰开始，她的男朋友只有我一个。甄念和赵远芳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我们的感情没有任何第三者插嘴。今天到场的媒体我都记得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如实报道。谢谢大家，让一下。独家，赶紧去发稿。原来星辰姐跟老板在一起啊！老板刚刚也太帅了吧！不对不对，我刚刚是不是吐槽星辰姐的前男友不懂珍惜来着？你这算什么呀？我是不是还说老板是个渣男？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早就跟你们说不要那么八卦，不要八卦，就是不听。反正我是什么都没说。我也什么都没说。多亏说的是自己老板，也就半个月工资。我前面喝酒是吧？哎，对，有点晕。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赵总。不对不对，现在已经这么多集了，我应该不会再被他坏事情上。怎么回事啊？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赵远芳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呢？甄念那边呢？甄念也不接电话。你知道甄念是我的大学同学吗？怎么一篇报道都没有？这记者都干什么吃的？喂，严总，网上关于您和聂秘书的不实传闻已经全部撤下来了。如果再有也不用你们管。这样，我看你们谁还能胜？又不是发给你看的。果然还是黄主任认真有效率。哼，就你说，郎才女貌，羡慕羡慕，那是当然。大家早。早早啊！走。星辰，这个是我从国外找代购买的眼影，我觉得特别适合你，你留着用呗。啊，不用了，我家里还有呢。眼影又不嫌多，坏了用才好啊。啊，
好，谢谢啊。星辰姐，这是我们家代言的巧克力，特别好吃，送给你。希望你跟老板以后一直甜甜蜜蜜的。你不要拒绝我啊，不然我会伤心的。好，那等一下大家一起吃。坐，干嘛呢？啊，别把社会那一套带到办公室来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赶紧工作去。聂秘书，这个呀是我最新研究的养生泡脚包，我让我老婆试过了，效果不错，专治这个女性的内分泌失调、失眠多梦。然后谢谢黄主任，效果特别好。黄主任，还有大家，你们今天送的礼物我就暂且收下了，我全当大家给我的一个祝福。但是呢，以后我希望咱们还是能跟以前一样相处，千万不要因为我跟严总的私人关系，给大家的工作造成麻烦。说的太好了，我领悟到真谛了。老板娘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工作上要更认真，为人上更低调，千万别让别的部门看我们的笑话。觉得我们有老板娘的撑腰，我们就膨胀了，我们就忘本了，对不对？别点头，就说你呢。那个，老板娘，别低调了。老板，都刷朋友圈秀恩爱了，我们全都看见了。刷朋友圈了。朋友圈啊，秀恩爱，低调。泡脚，别忘了泡脚。朋友圈，艾露姐，这个方案我已经改好了，谢谢。没事，还差一点，没事，以后看一下。二位，最近呢，网上有很多关于我们的新闻，那大家也是认识了很多年的朋友了，都是彼此生命中很重要的人。我也不希望，真听讲啊。我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被那些不实的新闻所影响，所以今天约大家出来聊一下。的确是有些问题需要解决。你之前拿我们星辰躲的那些风流债，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名声。你难道不需要给个交代吗？大家都一样啊！你之前不也拿我们家念念当挡箭牌的吗？什么订婚啊、结婚的新闻稿满天飞呀！你当时如果不那么高调的话，现在也不会有人拿你们的关系炒作呀！啊，再来一块儿啊！你看他俩多恶心！我知道你喝不了冰的，我帮你捂热了再喝。打扰一下，您这桌还有一份赠送甜品，请问需要什么口味的？我不吃甜的，你们随意。你不吃的话，给星辰来份草莓味的吧。啊，不用了，他现在换口味了，他现在喜欢抹茶。抹茶，好的，请稍等。哎呀，我帮你。其实我今天还有一个目的，我觉得就算我们公开澄清我们的关系，网友也不一定会相信。那不如我们就通过实际行动向大家表明我们关系很和睦，那些不实的传言就不攻自破了。昔日情敌，共进晚餐，八卦新闻最爱的噱头。这主意确实不错，不费力还能扭转舆论导向。我让经纪人跟进一下。聪明。赵总，会打台球吗？会啊，我的对手都是职业选手，你行吗？千万别打脸。走着。
们上次见面还是在景之办公室吧？可不是嘛，你们俩还给我演了一出好戏呢，而且还是付费演出。你也可以理解成是我借机打击报复你。我决定放弃这段感情，不是因为输给了你，而是因为输给了他。这5年来，他拒绝身边所有女性的示好，还肯花心思设身处地为你的未来考虑。我真的很羡慕你。虽然景致不善言辞，但是内心还是很重感情的。你在他身边5年了，你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。我知道，他虽然给不了我感情，但在事业上给了我很多帮助，我仍然是感谢他的。现在呢，我终于可以坦然地祝福你们了。他真的为你做了很多，你们要一直幸福下去。谢谢你啊，真念。不过啊，我刚刚知道你跟赵远芳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挺惊讶的。说实话，我也没有想过我会跟一个花花公子谈恋爱。不过，他也不是像他表面上看着那么不靠谱。以前他一直不愿意交女朋友，说太麻烦了，但是现在他愿意公开承认你们之间的关系，说明他是已经深思熟虑过的。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他。我就觉得跟他在一起我很开心，可以活出真念原本的样子，不用再像以前一样压抑自己了。但是至于到底能走多远嘛，也无所谓啦。哎，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可以做朋友啦。当然，吐槽颜赵联盟。你不是说送你回家吗？来这儿是为什么呀？子越，你最近注意力总是不集中，我很担心你，万一做手术的时候也出现这种状况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会注意的。我很喜欢现在这种感觉，每天跟你一起上班，下班后可以一起散个步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子越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不是好时候，但是我实在不忍心看你继续消沉下去了。我喜欢你，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你。你怎么会？我一直把你当朋友。我是为了你才回国的。子越，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，我们都是最佳搭档，没有人比我们更适合彼此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在等你，但我现在不想等了。那我也祝福你跟白医生。原来他是这个意思啊！什么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。是因为童心吗？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适合你。没错，曾经我想过，如果结婚的话，妻子应该会像你一样，完美到无可挑剔。可是当我认识了童心，她不断地刷新了我对女生的认知。跟她在一起，我是真的很开心。你爱上他了？我不知道爱是什么样的感觉，但是我知道，童心对于我来说跟别人不一样。感觉并不可靠，子越，我们认识快10年了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，更懂你，这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但是了解，并不能代替爱。
对不起，我们只适合当朋友。今晚6点，可以见个面吗？不就是见个面吗？我在怕什么？你好，请问今天还营业吗？有人约我来这里的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你怎么会打扮成这样啊？我查了一下街的造型，我以为你会喜欢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粉丝告别会。从今天起，你就不再是我的粉丝了，我也不再是你的偶像了。真好，我果然没有粉错人，就连告别都有粉丝服务。你是我的头号粉丝吗？谢谢你，韩医生，我会记得你唱的歌的。再见。童心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韩子玉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的粉丝，而是我喜欢的人。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？名副其实的女朋友。韩医生，你别再耍我了。我是认真的。那你亲我一口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我这是真爱成功了。电影院求婚，
新意啊。广告牌，星辰不喜欢被围观，怎么就没有一个靠谱的？除了酒店、KTV、商场，你们就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推荐的吗？啊，其实场地只是个空间，最主要的是我们会根据客人的需求定制专属于你们的浪漫瞬间。我只知道你们提供的这些都没有符合我的要求。那严先生，不知可否给我们提供一些女方的喜好，我们也可以有针对性的定制策划。他的喜好？嗯，景致。就按照我说的办。好。我不知道有客人在家。分公司的人，具体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好。我记得你不是从来不叫公司的人来家里吗？事出紧急。出什么事了？已经被我摆平了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星辰，我饿了，能给我做点吃的吗？我也饿了，可我不想做。那我就吃你了。吃什么？香吧。我幻想过无数种被表白的场景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居然是粉丝告别会，以至于我睡了一觉醒来之后，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韩医生的反射弧也太长了吧？不过他能主动表白已经很不错了。那星辰姐，你有没有幻想过自己被求婚的场景啊？不敢想，想的越多，失望越大。花这么好看，晚上约会去啊？是啊。哎，星辰，我最近暗恋一个男孩，想给他一个惊喜，有什么建议吗？那你可真是问错人了。我这个人最怕准备惊喜了。最怕惊喜。聂秘书，忙着呢。那个，你跟严总认识这么久了，计划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挺喜欢现在的状态的，不着急结婚吧？啊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哎呀，你不着急，我着急啊。你们三个我最信任的心腹，居然什么都没有问到，我真应该给你们点赞。我还不如信任那两个大男人呢。严总，我们已经做了深刻的检讨了，要不您再给我们个机会，我们三个再试试。不行，现在再去问太明显。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，迂回战术之类的？严总，就按我刚才说的办，听到没？明白。明白。出去吧，回来。最后一次机会。明白。你又吓唬他们了？没有啊。我总觉得怪怪的。哪里怪了？那个，聂秘书，我需要这个月的财务报表。好的，严总。星辰，借一下你的电脑。沙发上呢，自己拿吧。梦幻小镇。
收拾没有见了，这么开心？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被我解决了。那恭喜你喽！同喜，明天我不去公司了，我有安排。等你做好饭叫我。幼稚。从这里开始呢，就是我们求婚的主要区域了。聂小姐到时候会从这段阶梯上来，这里就是您求婚的最终场地。进来把门关上。你们3个都是我最信任的心腹。我今天有个事情要和你们分享，我要跟聂秘书求婚了。严总，您能把这么好的一个消息跟我们分享，是我们的无上荣耀啊！所以，我现在让你们去打听一下聂秘书在这方面的喜好，千万要保密，一定不可以让他知道。严总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要不要喊孙秘书和金秘书一起帮忙啊？不用了，他们2个大男人不太适合这个工作。